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凭什么让大佬破例换座？杨受成现场拉手闲聊10分钟，这关系深度，怕是连旗下艺人都没享受过。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场面？一个人走进来，全场没人大声说话，但气氛突然就变了。不是因为掌声，也不是因为闪光灯，而是因为某些人不动声色地调整了位置。就像老茶馆里，掌柜的默默把最好的那把藤椅挪到了靠窗的位置，只等某位常客落座。2024年深秋的一场品牌晚宴上，杨受成主动起身换座，专程坐到肖战身边。这一幕没上热搜，却在圈内悄悄传开了。他俩聊了将近10分钟，期间杨受成还伸手拉了拉肖战的袖口，像是提醒他添2+1。这动作太轻了，轻得不像生意，倒像家里长辈看碗被穿少了那一下心疼。那晚的灯光偏暖，照的人脸上没什么阴影，可还是有人一眼就注意到了这个细节。一位在后排拍照的摄影师后来跟朋友喝酒时说，我拍过多少大佬同框都是笑的标准，做的规矩。可那天杨老板的手搭在肖战肩上，是真的放松。他没发照片，只在朋友圈写了句，有些关系镜头拍不到，但空气里能闻出来。这话被转到几个娱乐群里，有人回，以前觉得肖战就是个流量，现在看人家走的路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。其实座位这事，在这种场合从来都不是小事，谁坐主桌谁挨着谁，哪2个人中间必须隔个缓冲带，背后都有讲究。早年有次电影节，2位男星因为谁坐 C 位差点闹出冷场，最后主办方只好临时加了个并列嘉宾的牌子糊弄过去。可杨受成不一样，他是出了名的守规矩的人，连开会迟到1分钟都要记名。这次却二话不说让出原定位置，连旁边那位地产老板都没恼，反而笑着点头，说明这不是临时起意，而是早就默许的安排。说到为什么是现在的，往回看2眼。2024年对肖战来说不算热闹，但特别稳。《沧海传》杀青那天，剧组没人搞大肆宣传，他就发了条微博6个字，告一段落。底下粉丝哭成一片，他知道这角色耗了他8个月，每天背台词到凌晨，连导演都说这孩子演戏像还债。而另一边，他的商业合作一点没松，香奈儿、宝格丽、百事可乐全是硬通货。有个做奢侈品区域代理的朋友跟我说，现在请他出席活动，合同里要写清楚，不得安排与其他艺人同台发言，不然对方品牌会抗议。这不是傲慢，是市场给的底气。至于为什么是他，我想起前年冬天在杭州机场见过的一幕。那天大雨，肖战从 VIP 通道出来，助理想叫车，他摆手，自己走到接机口，对着举牌的粉丝说了句谢谢你们冒雨来。有个小姑娘哭着递信，她没让保安拦，而是接过来说我会回去看的。那一瞬间，她身上没有光环，就是一个怕别人淋雨的年轻人。可正是这种细水长流的体面，让人没法把他当成昙花一现的偶像。杨受成这辈子见惯了大风大浪，也捧红过无数明星，但他最看重的从来不是谁红得快，而是谁走得久。他们之间也不是第一次打交道。3年前金像奖后台有人看见2人站在消防通道门口聊了几句，周围人都绕着走。去年一部古装剧选角，英皇投资方曾私下接触肖战团队，虽然最后没成，但据说杨受成本人亲自看过他的试镜片段，还问了一句这孩子平常脾气怎么样。在他眼里，演技可以没，人品才是底子。如今再看这场10分钟的私语，或许谈的不只是项目，更像是2个明白人在确认彼此是否同频。往后会怎样，谁都说不准。
娱乐圈的合作像江南梅雨季的天气看着晴了，转头又阴下来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肖战没有签大公司，却能让最具话语权的人主动靠近。这种自由与分量并存的状态，比任何合约都珍贵。也许半年后他们会一起出现在某个电影节的评委席上，也许哪天突然宣布合拍一部讲江湖与人心的老派电影，谁知道呢？但至少此刻，那个愿意为他挪椅子的人，已经用行动说了句话：我认你这个人。